说到兵马俑，大家一定会想到陕西秦始皇兵马俑，规模非常巨大。我们现在能够参观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其实，在江苏徐州这一块呢，也有一座庞大的兵马俑，不过呢，不是秦始皇时期的，是属于汉代的。它就在狮子山楚王陵这一块，是一座汉代的诸侯王墓。在江苏徐州这一块，有很多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之前看过的龟山汉墓、北东山汉墓，还有我们今天来看的狮子山楚王陵，它也是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当时发掘的时候，里面出土了很多件文物，有一件最特别的就是金缕衣，它是我们国内现在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缕衣，非常具有代表性。同时呢，这一座诸侯王墓里面也埋葬了很多谜底啊，到现在呢，有一些还没有能够解释的出来。兵马俑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些人呢也去陕西看过那个秦始皇兵马俑，不过我没有去啊。我们先去看一下兵马俑，这边有一个博物馆，因为这一座狮子山王陵的出现是由于这个兵马俑才导致的。看完了这一块的兵马俑，我们再去那座地下宫殿里面转一转。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了解到，这里的兵马俑和秦始皇那个兵马俑相差比较大，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些兵马俑可能就是秦始皇时期的那种比较高大，算是一个完整人的形态，就偏向于写实嘛，就是按人的比例复制的，这也很精美呀。我们看到这些有颜色，那在上个世纪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也是有颜色的。这边就是兵马俑坑啊，在距离地表下面的4米的地方。1984年12月份的一天，一位民工正在这一块挖地窖，忽然呢，铁锹响了一下，他继续挖，就发现了奇迹，很多彩绘兵马俑出现了。那后面的事情大家肯定知道了，就考古开始发现了好几条兵马俑坑，彩绘的兵马俑真的可以上是数不胜数。像这些就是那个时候挖掘出来，现在放在博物馆里面，200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有一点就是这些兵马俑呢，算是迷你版的，因为是缩小版的。这些兵马俑种类很多，有骑兵的兵马俑，还有步兵的，还有拿着武器的。反正基本上在当时来讲，军队里面各种型号的兵马俑都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一块发现了这么多的兵马俑，专家学者就推测，在附近呢应该有一座大墓的出现，于是就寻找，最终呢在兵马俑旁边300米到5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汉墓，现在的狮子山楚王陵。这就是狮子山的整体样貌。楚王陵在这一块，它的王后陵在它后面一点，也算是一个主峰，刚好是对应的，叫做阳龟山。西汉时期的那个诸侯王墓啊，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山上开凿地宫，我们称之为崖壁墓。那有一些呢是叫做竖式墓穴，就直接打一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洞穴下去，然后呢弄一些耳室，就有点像地坑院一样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崖壁墓这一块，相当于是整个这个山头都掏空了，里面非常巨大呀，有10几个房间。在这边有个雕塑，应该是弄的楚王的塑像。这一座楚王陵墓主人具体是谁，到现在呢还没有得出结论，只是推测很有可能是西汉第2代楚王或者第3代楚王。因为整座地宫里面没有能够找到确认墓主人身份的东西。已经买好门票了，90块钱，可以看这个地宫，还有刚才的博物馆，以及一个汉画像石。这是这座地下宫殿的平面图，非常庞大呀，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说的房间，也就是耳室，最后肯定是主人放置棺椁的地方。这里颜色有点不一样，是因为这一块有个天井，下面呢是没有被盗，旁边呢
后面的是被盗的，这一块是甬道，放了塞石的，等一下我们都能看到。这里面出土了好多的文物啊！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看陵墓了。这边算是入口，从这一块到前方那边呢，都是属于墓道部分。墓道很好理解了，基本上陵墓都有墓道，它是运送下葬者的棺椁或者陪葬品的一个通道。整个这座楚王陵的那个通道，就墓道长度68米多一点，分为3段，外中内。我们现在就开始下墓了。这个外墓道是非常宽的，差不多有10来米，它长度是28米，应该算是整个墓道里面最长的。在这里呢，就可以发现中间是怪石嶙峋，很乱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是以前巨大的筛石毛坯，就等于甬道里面的那些筛石是在这里开凿的。等一下我们全部能看到完整的。旁边那些也是啊，那一块都快成型了，后面又损毁了，或者是用不着了，就残留在这里。中间看起来是很乱吧？当时发掘这座墓的时候，在这一块还发现一些建造墓的时候的工具，你像铁锤、铁锹，就当时可能是在这里打磨筛石，后面墓修完了就扔在这里。这边就是外墓道的尽头，那一块呢是中墓道的起点，对比非常明显的，这边宽那边窄，因为整体这座陵墓都是外宽内窄，一直往里面就越来越窄。在这里呢，发掘的时候发现了数百件彩绘陶俑，就象征是陵墓主人的守卫者。那如果是在明清的那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狮子；唐朝那边呢，也可以称之为镇墓兽嘛。在唐朝的陵墓里面呢，甬道的开始真的是有镇墓兽的存在，特别是宝鸡的那个大唐秦王陵，真的有。再往前走就是中墓道，这里呢比前墓道更震撼了，它长是20米，宽3.45米，高13.4米，非常平整啊，完全就感觉是机器切割一样，还经过打磨。大家想一想，这是2000多年前的杰作啊！你现在要在那种石山里面弄成这个样子，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搞出来了。我每次来到这种西汉的崖壁墓，都感觉到非常震撼，就真的特别佩服以前的那些工匠啊。这一块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石头，这也是当时工匠的一种杰作。因为整体这种石山当时开凿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破损，于是呢，就在这种裂缝处或者缺口处用石头把它堆积起来了，弄得非常平整。当然，这主要是在缺口啊，中间的话有，但是可能还是少部分。这边也是，这工人还是非常聪明的。这里就很明显了，下面是石山。这一块就用石头把它弄成很平。我一开始还以为只有外面是用石块把它弄起来的，结果没有想到啊，里面这些也有很多缺口，都是用石块堆砌的。那就证明这一座墓的墓道当时在开凿的时候，它那种石头啊，就是比较软，我们说的那种像石灰岩一样的。不像喀斯特地貌或者其他地方看到那石头很坚硬，这和我们看到的其他西汉崖壁墓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墓道的尽头发掘的时候，两边呢都发现物品，西侧是发现了一些彩绘陶俑，就是在这一块，这是照片，很多啊。当时发掘的时候还有颜色的。在这一边呢是发现一具漆木棺。里面呢还有一些死者，下面放了5件玉璧，还有一些长剑。按照鉴定啊，死者的年龄大概是40岁上下，并且呢还出土了一名印章，写的是石棺坚印，证明呢
陪葬墓主人是侍奉和监管楚王膳食的宫廷官员。那在这里啊，就有一个疑问，因为按照西汉这种崖壁墓的规制啊，或者是西汉陵墓的规制，地宫里面呢，基本上就是埋葬了2个人，一个是藩王，还一个是王后。我们看了这么多都是，而这里呢，不知道为什么掌管他膳食的官员会葬在这里，而且呢还是有棺木，就证明肯定这是陪葬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殉葬。这都是猜测啊，实际来讲的话，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葬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是自杀还是被杀殉葬，没有确切的说法，就放在墓道口这里。再往前走，就相当于是进入整个地宫的核心嘛，也算是守卫了。再往前走就是内墓道，又更窄一点了。窄归窄，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笔直的通道。说到这里，我们又得佩服古代的工匠啊，在2000多年前，他们在地下竟然能够开凿这么笔直的通道，并且呢，墙壁是很光滑的，就真的等于是用线量出来的一样。我们现在是有测量工具，而那个时候完全是靠人工的，很佩服他们。在这个内墓道两侧呢，有耳室，按照当时发掘现场来看，是保存完整，里面呢还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在以前，这里面也是有填充物的，不过不是筛石，筛石呢是在后面一点，就等于这一块是没有被盗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东耳室，现在看到了是有通道，那实际以前呢是有封门石的，就是像这样子塞满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筛石。这边塞满了，里面呢以前还是有木门的，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等于这一块封住了，旁边是一个门，只不过腐朽了。这个地宫里面以前是有很多木门，现在都腐朽了。在那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封门石板，这个有8块上下堆叠，每块呢大概长度是90公分左右，厚的话15到30厘米，等于是有厚有薄的。这个耳室还挺大的，长度都有10几米，宽度3米多，不过呢就是有点不规则，就比较粗糙，跟刚才走廊上看的完全是不一样。那这里呢是属于庖厨室，我们说的厨房，放了很多他生活所用的一些东西，比方说酒，还有其他的陶陶罐罐，是存放东西的。在当时发掘的时候，确实是出土了一些酒啊，叫做兰陵美酒，因为有一个兰陵之印，并且呢，在里面呢还发现了一些鸡鸭的骨头，就证明当时陪葬了一些鸡鸭在里面。一般西汉的崖壁墓都是这样的，他生前是一个藩王啊，诸侯王啊。我们一般说藩王是属于明朝的，在西汉时期，他们应该是叫做诸侯王。他们生前享有什么东西，在死后地宫里面也基本是要放的。现在是来到了西边的耳室，这里当时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特别是金带扣。你看，这就是图片呢，非常精美啊，是2套，并且呢，它还出土了玉豹、玉高足杯、玉耳杯，这都是楚王御用酒器啊。最特别的是那个玉豹，这个真的是很少见的。那里有图片，在整个这个地宫里面，一个未解之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玉豹。当时出土了2只玉豹，结果它不是用玉做的，实际是用一种特殊材料的大理石制作的。这个豹刻画的栩栩如生。我们都知道，地宫里面都是主人生前喜好的宝物，或者是陪葬的冥器，每一样东西呢都有明确的用途。如果没有意义啊，当时的王公贵族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刻2个动物放在墓里面。那这2只玉豹到底是寄托着主人怎样的情感？是被用来震慑鬼魅，不要来惊扰主人的灵魂？但是
这个和狮子那些其他比较凶猛的动物有所区别，因为这个玉豹比较温和，它如何又能担此重任呢？所以这个地宫里面放玉豹也是一个谜底。现在已经出现3个未解之谜了。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第3个耳室，是西边的，是存放楚王沐浴器具的地方，就洗澡用的地方。这个有一个巨大的缸，就是他洗澡的，挺好玩的。这边现在还有点渗水，那刚好是洗浴的地方，挺好玩的吧？匹配上了。这边也是有8块筛石，以前是放在门口的，后面有木门损毁了。在这里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刚才和其他耳室一样的墙壁、顶部、地面都很粗糙，感觉像是随便挖的一样。这也算是一个小的谜底。就是说，这个墓道、甬道都是非常光滑的，而里面就很粗糙。在西汉的时期，不管是皇帝还是诸侯王，只要是继承位置，一般就是第2年开始修建陵墓。那这一个楚王呢，也不例外。这个墓道、甬道修建的平整，很光滑，应该算起来是精修。而里面的耳室比较粗糙，很有可能是当时楚王突然去世了，这个地宫还没有修建好。那么为了赶工，耳室这一些呢，就是随便的弄了一下，以便楚王能够安葬。这大概就是甬道、墓道比较好，墓室呢比较粗糙的原因。内墓道就差不多走完了，前方一点是甬道，我们头上呢是天井。刚才我们说了，内墓道、外墓道也好，以前呢是有东西塞住了，等于是封土嘛。而甬道这里呢就有点不一样了，它是巨大的筛石塞住的，这里有所展示啊，左右各1块，那等于呢是有左右上下。那现在呢，我们就去上面看一下天井，再看一下筛石是什么样子，盗墓贼是怎么把筛石弄出来的。这就是天井了，在下面看不太清晰，在上面就清清楚楚了，规模非常巨大呀。它是一个长方形，长的话大概18米，宽的话13米，深大概是10米，相当于是一个数十天坑一样。那么早期的话，应该就是从这里先开始挖的，本身很有可能呢是想挖一个术士墓穴，继续往下挖，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是说这边土质不适合挖术士墓穴，然后又改成那个崖壁墓了。当时盗墓贼就是从那个角落啊打了一个洞，到达这一块，那个下面呢刚好是那个筛石的出入口。那盗墓贼呢就前面内墓道里面的几个墓室是没有被盗的，保存完整，他只盗掘了里面的。从而说这个盗墓贼确实是非常聪明啊，他直接就打到相当于是墓门口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井呢，它在以前是封埋的，就有夯土啊这一些，但是这个对于盗墓贼来说是很容易找到破绽的，因为整个这一块是属于石山，而这一块呢是属于碎石或者夯土，那就明显下面是有东西的，从而说盗墓贼就很容易发现这是一座古墓，从那边进去。这等于就是说啊，我们常说的不打自招，掩耳盗铃一样的。这是当时发掘的现场，上面就是天井了，看得清楚了，直接可以挖开。你想旁边是石山就完全不一样了，发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很平整、很光滑的。这些就是筛石，非常巨大呀。这边算是一个正方一样，它整体是长方形，长大概是2.5米，这种宽度高度大概是90公分，4组上下2层，我们在这边就看的是非常清楚了，等于是把甬道塞满了，基本上是可以说严实无缝。那当时盗墓贼是怎么把这个筛石弄出来的呢？在这里，他打了一个牛鼻子，
然后呢用绳子往外拉。这当时肯定是好多人才能把这个石头拉出来的，因为本身他们下去了之后空间不是那么大嘛。每一块石头大概5到6吨呢。我在这里呀，有一个疑问，你像塞进甬道，这个下面一层很好理解，很好放，就泼水弄成冰，就石头可以滑进去。那上面它是怎么塞进去的呢？本身它这个甬道都是设计好了，上下那个空隙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机器，我也是搞不懂啊。这是当时发掘时候的图片呢。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牛鼻子就是这样的，盗墓贼已经把石头拉出来了，他们才能进去嘛。拉出来好了，那你说这个放上去怎么放呢？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真的是超级巨大呀！西汉的崖壁墓都是有筛石的，那不过呢，这筛石有好多种，有些呢是这么大的，那有些是稍微薄一点的。我们在芒砀山看的那个梁王墓就相对来说比较薄一点。这个牛鼻子有好多块呀，这一边也是牛鼻子，这就做的比较粗糙了。看完了天井和筛石，我们重新来走一下这个甬道。确实，当时的盗墓贼挺厉害的，基本上那个楚王陵他们都是这样盗的，把那个石头用牛鼻子拉出来。那在这一块以前是有一道木门的，可惜啊损毁了，因为是木头做的。那来到这个甬道，就是以前筛石存在的地方。这个甬道呢，长度是33.8米，在中间呢也是有2道木门，刚好呢把甬道分成3进。筛石的话，总共长度大概是10来米，可能就到达这个位置。这个地下宫殿里面有一个和我们在其他的崖壁墓看到很大的区别，就是有很多缺口，有很多裂缝，它用石头把它堆积起来，从而弄得很平。要不然的话，它就少了一块了。和其他的墓葬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看西安的崖壁墓，都会发现它里面呢一定会有兵器库、钱库的。那这里就是堆积如山，形容的就是这里。出土的钱币达到17.6万余枚。现在发现钱币最多的应该是南昌的海昏侯墓，它那里是几百万枚呀。不光是有钱币，还有黄金等等，我们之前也去看过了。甬道这一块总共呢是有6个耳室。那这边的话是楚王生前日常用具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粗糙啊，比刚才看到还更粗糙。你看地面，这也是当时发掘的一些东西。这是第3个耳室，明显和刚才看到的有点不一样。它长度呢是4.55米，宽1.48米。在当时发掘的时候，里面呢有玉枕、玉筛、玉五人、玉佩等等。关键是啊，这里还发现了人的踪迹，就是按照考证啊，按照牙齿考证，大概是28岁左右。那等于算是一个嫔妃的陪葬墓室。那这也是另外的一个未解之谜。正常来讲，这座地宫里面只能安葬楚王一个人，是没有陪葬者和殉葬者的。而这一块却出现一个女子，从而说这是未解之谜，没有人能够解释得通。这个女子呢，应该是楚王的妃子，她很受楚王的喜欢，她自己呢也很爱楚王。在楚王去世之后，她呢也觉得没意思，可能就自己申请殉葬了，可能是这样啊，反正都是大家的猜测。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耳室，在这里啊，当时出土了200多枚官印，就是楚国的那些官印，但是很可惜啊，就是没有墓主人身份的官印。我们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靠文字、靠这些官印来推测，而这里都没有。那按照猜想的话，很有可能当时这个里面的官印呢非常特别，比较巨大，
它有可能是金银做的，那被盗墓贼拿走了，那其他小的盗墓贼可能看不上，但是这是一个猜想啊，实际来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从而说到现在呢，这个墓主人确切的身份还不知道，只是推测可能是第2代楚王或者第3代楚王。甬道的尽头是墓室，这边是前室，也称之为前堂。它分为东西2部分，这边是西，这边是东。那当时的楚王就是安葬在这里。现在是弄了一个复原的，叫做香玉七棺，长度2.8米，宽1.1米。当时楚王是安在这里。什么叫镶玉木棺呢？就跟玉做的一样的，除了棺底以外，表面的镶嵌玉片多达2095片，按照一定规律组合成各种复杂图案，是目前形体最大、最为华丽的西汉镶玉七棺。就我们现在看到表面呢，都是玉啊，这当然是复原的，这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这是上个世纪发掘的场景，整个这个棺材上面全是各种玉片、玉器，以及呢楚王的一些牙齿等遗物，2000多片了，散落在上面。当时还散落了这样的玉片，这都是当时发现的场景。在西边这一块放了一个仿制品的金缕衣，刚才我们看了，当时发掘的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玉片，后面呢经过修复、经过拼凑，一个呢是刚才看的镶玉七棺，另外呢就把它修复成了金缕衣。它是由4248片玉片以及1576克金丝串联而成，非常精美啊，是目前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最精的玉衣。真品肯定是在博物馆的，河北博物馆有，河南好像博物馆也有。龟山汉墓出土了金缕衣，还有满城汉墓也出土了金缕衣。金缕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所特用的脸具。我们去满城汉墓也看到金缕衣，也详细的介绍金缕衣的这种方式。在国内呢，现在已经发现20多件金缕衣，基本上都是西汉诸侯王墓的，而且是西汉早期的。这可能也是跟西汉的安葬方式有关，因为在西汉早期啊，各种礼仪制度没有完全确定下来，那么金缕衣皇帝可能使用，高级贵族那些诸侯王也可能使用，没有特别的规定。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各种的明文规定、礼仪制度已经确定下来了，什么人该享用什么都确定下来了。你比方说，在汉武帝之前呢，官员上朝他的衣服颜色并不统一的，那么到了汉武帝确定下来了，这个金缕衣很有可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诸侯王其他的人你没有得到皇帝是不允许使用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汉武帝后面发现的诸侯王墓啊是没有金缕衣的。比较有代表的就是海昏侯墓。你像海昏侯陪葬了那么多金银财宝，唯独没有金缕衣，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你像现在发现的诸侯王墓，基本上都是汉武帝早期或者汉武帝之前的，有前世就有后世。这一个后世呢，是整个地宫的最深处，并且啊，比我们刚才看的这些都高出了大概50公分，有一个坡度上去的。在这里啊，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未解之谜。我们看西汉的诸侯王墓，一般是主人安葬在后室，而不会在这前室，而这里呢就相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部分呢都是猜测。这边有一个楚王像，是根据楚王遗骨复原出来的，大概高度是1.72米，年龄呢是在35、37岁之间。后室这边呢就放了一些乐器，这些兵器，这边是放置的编钟。关于楚王的安葬方式，为什么打破西汉的规制，把它安在了前室，没有在后室？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时楚王生前修建陵墓的时候，基本上是甬道、墓道这些修好了，耳室是还没有修好，或者是只是修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弄完。在这个时候呢，楚王就突然去世了，
那去世之后要安葬又不能放置在外面很久，于是呢，这个整个地下宫殿地宫呢就加紧的开凿，只要把那个里面空间弄好了就行，打磨这些就不弄了，先缓缓了。猜测可能后世当时要完全建成时间不够，就是说必须在楚王安葬之前要把整个地宫弄得差不多，那后面建不完成，只能把楚王安葬在这个前室了。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是否真的如此就不得而知了。在这一座陵墓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在95年3月上旬，考古队员打开主墓门后，总是隐隐约约的闻到一股奇怪的香味，时续时断，飘渺不定。起初工作人员因为注意力都集中在现场挖掘上，对此并不在意。9月的一天上午这个楚王陵上空忽然弥漫了一股浓香，众人吃惊不已，但是很快香味就散了，并且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异香何处而来？这个也是一个谜底我们已经从地宫里面出来了。在来制作陵墓之前，我在看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很多人都在说这一座陵墓呢是曹操当年做梦都想找到的，最后呢是没有找到，因为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曹操呢是成立了一支盗墓队伍嘛，他把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很多都盗掘了。那这一座早期的诸侯王墓里面肯定是有很多财宝，他当时想盗掘，可是没找到。关于曹操有没有盗掘西汉的那些诸侯王墓，之前我们在芒砀山的梁王陵说过了。分析下来得出的结论呢，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有点不一样。曹操呢很有可能没有盗掘那些诸侯王墓。继续回到这座陵墓，关于这个楚王陵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它到底有多大。在这座楚王陵西面呢是庞大的兵马俑军阵，东面呢出土有祭祀坑和陪葬坑。通过这些遗址呢，都能够看得出来楚王陵园昔年的辉煌，但到底有多大，地面建筑有什么，现在呢也不得而知。那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一座陵墓到底有多少个谜底。第一呢，就是墓主人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确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陵园到底有多大，也没有确定；第三个呢，就是兵马俑。到现在为止，这些兵马俑的象征意义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们究竟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还是楚王在地下拥有一支重兵，没法说得清楚，没有确定。第四个谜底就是墓道石棺间的死因，他为什么会被葬在那个特殊的地方，是自杀还是被杀殉葬？第五个谜底呢是那个预报。第六个谜底呢是地宫里面那位女子殉葬者，她到底是女子的闺房，还是说楚王生前天之国色的宠妃，是寻情自杀，还是满怀幽怨被迫离开人世？这也是一个谜底。第七个谜底是墓道甬道修建的比较好，比较精细，而里面的耳室就修建的比较粗糙。不过这个谜底只能算是一个小的，大体的原因都能够猜得出来。第八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异香问题，香味问题。大家看一看这一座陵墓有这么多未解之谜，可以说这座陵墓在西汉的诸侯王里面不算是最精美的，或者说规模最大的，但是呢它也算是一座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汉诸侯王墓。那这一座楚王陵的地下宫殿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